你不是要离开皇宫吗？殿下想放我离宫，可是皇后娘娘……我自有办法，与他人无关。哎！逆子！殿下伤势未愈，陛下怎么能让您现在动身去南京呢？锦衣卫已经查明与刺客接头的中间人，在他们赶到的时候，人已经自尽身亡了。但那个人的身份很不一般，你还记得吗？我8岁时，皇爷爷亲自从民间征辅军前卫右军，追随我习武练兵。他曾是右军的士兵，这分明是构陷。陛下怎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？此人不但离间我们父子，还设法调我离京，其心可诛。请殿下用膳。他为人正直，性格刚强。然刚者易折，过于早的涉足官场，未必是件好事。我会想办法，将他外放出去，磨练个几年，待他羽翼丰满，他日必使国之栋梁。他心怀天下与家国，往往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，尤其是对待家人。约束会过于严苛，我怕你会不习惯。对了，我忘了，你这么好，他又怎么会说你呢？殿下，您到底何意？你不是要离开皇宫吗？殿下想放我离宫，可是皇后娘娘……我自有办法，与他人无关。殿下没有诓我，可是为什么？我很久没有见到你笑得这么开心了。至少，他能让你笑。待你们将来夫唱妇随，和和睦睦的，不知道还会不会记得这间书斋，会不会记得我呢？殿下口中说的他，到底是谁？走吧，不然我要反悔了。殿下许我出宫嫁人，可就算那个人再好，却不是我的心上人。你的心上人是谁？谁也不是。殿下，做的这道龟旗蒸鸡，是由当归还有炙黄芪炖出的鸡肉，病后气血亏损的人用了最好。我知道您最近食欲不好，可以用一些，对您的伤势大有好处。还说你不关心我？殿下误会了，是盛太医开的方子，我们不过是照方治善罢了。殿下，盛太医知道您伤势迟迟未愈，已以膳配药，效果最佳，故今日命人送来了药膳。唉，这个圣隐呐，真是老糊涂了。明明吩咐你备过膳，却又叫人再送一次。
奴婢告退。阿离，你们退下。是，殿下。你不愿意说，我不逼你。反正我也没几天可以烦你了。我马上就要去南京了。殿下，您伤势未愈，不可过度劳神。这是父皇之命。此乃太子之过。明明是父皇疑心于我，怎么就是我的过错了？殿下与父子和好，就应该放下隔阂，诚挚向皇上表露你的真心。你以为我没试过？可每一次，父皇都将我拒之于千里之外。或许，就是殿下用错了法子。父皇，你不是要启程去南京吗？怎么还没动身？儿子准备了膳食，一起用膳吧。不必了。嗯。殿下，殿下，肉串上要刷这个奶酥油。为什么要用奶酥油啊？回陛下的话，制肉时要用不同的火，譬如木柴、石炭、麻杆，味道各是不同。不同的肉烤制的方式也是不同的。譬如那道烧栗子，原是北宋开封的名菜，烤制时要刷花椒盐水，可陛下体质易上火，奴婢特意改用了奶酥油。谢陛下。哎，这等半天了，别再烤了，都老了。父皇，小心烫。不是很脆。陛下，用奶酥油来烤，第一口咬下去一定是酥的，若是脆的，定是烤得不得法了。父皇。父皇还记得吗？有一次，儿臣命人来给您送烤羊肉，那是儿臣第一次出猎，打下来的野山羊。这一次，是用肉质更美的羊肋，味道更香。焦了。
焦了。这是说你上次烤那羊肉焦了，完全不能入口。因为那时候是儿子第一次亲自来烤，没有经验。姚典善，吃肉非常油腻，陛下从前吃了还会牙痛，你怎能私自献上？苏思善，我在调料中加入了少量微辛的百里香粉，可以去火除腥，还可以调味增香。陛下在用膳之时配的是去火的菊花饮，只要搭配适宜，炙肉可以抵御寒冷，还有补虚温中的食疗效果。更何况，在那日宴会上，苏思善与胡尚时准备的不也是炙肉吗？陛下，奴婢精心为您准备了膳食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快！陛下，请一试。怎么有股干贝的味道啊？陛下说的是，鱼腹内还特意加入了冬笋、香菇、海参、干贝、鸡子清、猪肉来调味，因为用网油还有面饼裹得严严实实。虽然鱼肉经过烤制，却也是鲜而不腻，香气四溢。这道烤花懒桂鱼，还有养心润肺、去除油腥之效。桂鱼，富贵有余，好兆头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父皇，儿臣刚才练剑的时候着了风，身体有些不适，先行告退了。宣圣吟。是。想不到有一日，你也会跑到陛下面前来献媚。子金，别挡我的路。殿下，奴婢的右手不灵便。算了，还是袁齐来吧。我怕某些人笨手笨脚的，害得我伤上加伤。苦肉计就罢了，为何还让我提起那野羊肉？千里迢迢从葫芦摩斯带回来的猫眼石，看你喜不喜欢？回殿下，奴婢不敢说。说吧，恕你无罪。君子
元子尽孙，合法。法木元火尽土也。在先帝的心中，殿下是备受宠爱的好圣孙，陛下则是动辄得救的嫡长子，时常还需要您和皇后娘娘来周全。那长此以往，只怕连殿下自己都认为，皇上能够顺利继承大统，有您的一份功劳在，那自然在您的心中，就对陛下少了一份如沐之思、敬畏之情。你也太大胆了吧！你的手还没好。回殿下的话，圣太医妙手回春，伤势已大有好转。二国争强各用兵，摆成队伍定输赢。马行驱路当先到，将守深宫借远征。哎，城险出居收败卒，隔河飞炮下重城。等闲识得军情事，一朝成功见太平。这是父皇身为东宫太子的时候写给曾子启的贺诗。这首诗表面说的是象棋，藏的则是当今天子建立太平盛世的胸襟与气魄。你这么说，倒像是比我更了解我父皇似的。皇上甫一登基，便停了一应的官家采买，连发数十道赈灾免税的圣旨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不说，更是整饬吏治，广开言路。历朝历代开国立业的雄主有之，守城忠心的圣主有之，但似陛下这般宽厚仁慈、恭俭爱民的贤主，亦当名垂后世，与日月同辉。若是说到皇上的圣明，那是3天3夜也说不完。只是有一件事，父皇母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在教场旧伤复发，我特地陪你父皇过来看看。你这孩子也是的，受了伤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！令父皇母后担忧，皆是儿臣不对。来，继续说。陛下，奴婢口无遮拦，罪该万死。哎，无妨，今天你说什么，朕都不会怪你。陛下，父皇，这个大胆的丫头，说您的功绩将会名留千古。没问你。你刚才说朕功绩3天3夜说不完，唯有一事处置不当，何事啊？一个小小的女官，竟然敢妄论帝王，着实该罚。哎，说。陛下，奴婢一时听市井议论，他们说，说呀。他们说，晋文朝的奸臣和正犯都已经伏法，只是可怜他们无辜的妻女们都遭受。住口！哎，说。他们接受牵连，或分立教坊，或与功臣为奴，甚至有人流放千里，客死异乡。陛下登基之时，曾大赦天下，受万民称颂。圣恩如同旭日之辉，连罪人都可以宽宥。可是，这万丈的光芒，为何独照拂不了天下至苦之人？啊！口出狂言，还不退下！父皇，这只是个不懂事的丫头，您宽厚仁德，不要与她计较。朕承继大统，君临义诏，可天下之广，庶武之繁，岂是朕一人能独理？朕广发求援令，乃真心实意，可是进言者寥寥无几，如此沿路拥塞，上行下效，方有官员
贪廉杂处，纲纪废弛啊！仅有一后宫女官，竟对朕说了实话，朕怎么会怪罪她呢？朕说过，功必赏，罪必罚。你是？回陛下，奴婢是上师局的典善。陛下赐你升任司善，还不快谢恩？奴婢叩谢圣恩。你好好调养，等伤愈了，再去南京吧。谢父皇体恤。殿下，现已无事，奴婢告退。你利用我。殿下，陛下突然到来，奴婢也是茫然不知啊。仔细一想，我在演练场受伤之事，父皇必定会亲自来验。你早就猜到他会来。殿下，你那一顿乱捧，捧得父皇都找不着北了。你的实际目的，其实就是为被流放的女眷求情。殿下误会，真的是冤枉了，奴婢哪敢？还不说实话？殿下，那些无辜的女子，因为家族的过错，一朝被贬为越级，她们被迫以声色于人，受尽凌辱。这不幸的境遇，同我娘何等相似。殿下，奴婢也帮了您。若非如此，殿下已启程去南京了。我真不应该送兔子给你啊，我应该送只狐狸才配你。一再在我面前装乖巧，实则全是虚情假意。我骗子！殿下也骗了我。什么？殿下先前说要放我走，说的是实话吗？殿下气我没有读过兵书，不懂得什么叫以退为进。您千方百计，不过是为了诈我的心意。现已无事，奴婢告退。诈你心意是真的，放你走也是真的。哎，行，干嘛呀？你别推我，我有要紧事禀报。哎，殿下忙着呢。哎，殿下，他自己闯进来的。他。姜思耀如何？请代为回禀皇后娘娘，瑶丝上的右手已大有起色，只要不颠勺，不进厨下，便不会牵累筋骨。她身体康健，只是有些私欲气结，小是素日劳累所致，只要好好休养，倒是不妨事的。我再开一些越鞠丸、理气治愈，便是。劳烦了。恭喜啊！这是何意啊？进来吧。拦住他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阿离，老夫人，
我阿离册封太子嫔，要用的钗环都得用最好的。老夫人，太子嫔，老夫人，册立太子嫔需要遣使行册封之礼，仪制是不能乱的。哼，皇后娘娘早有吩咐，一切请老夫人做主。是。干什么呀？抽筋了？出来！殿下，嘘，你在干什么？难搞。阿离，阿离，老夫人，都给我去找啊！老夫人，您慢着点，慢着点，慢点啊！一间一间的都给我找清楚。行，一定要把人找到。我给您找。老夫人，真的不能往里闯了。阿离，老夫人，哎呦，您慢点。阿离，外祖母，您入宫了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太子殿下，不必多礼。外祖母要找的，我知道在哪儿。真的？嗯。没听见吗？外祖母要找阿离，还不带出来？是。外祖母，方才我一直听你喊阿离阿离的，想必是要找这只猫吧？不是。老夫人，殿下亲自给这只狸奴赐了名，叫砚台。哎呀，外祖母，我这儿还有正事呢，您先回去休息休息。啊，不是。来人，还不赶紧送老夫人回去？哎呀，殿下，慢点慢点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，哎呦。出来，程武，外祖母刚走不久，把她叫回来。是。殿下，真去啊你！殿下这是何意啊？为何如此畏惧我外祖母？阿离，阿离，阿离，这一整天，我走到哪儿，彭城伯夫人就跟到哪儿。我实在是无处可藏了，才借了殿下的书斋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也不能在这儿搜吧，请殿下见谅。你连我都敢利用，为何如此怕他？殿下还记得当年我身患重病，出宫养病的事吗？宫中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若非老夫人她不死心，四处延请名医，恐怕我已不在这世上了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只有老夫人不肯弃了我。老夫人的举荐是为了巩固张家的权势，可她待我不能忘恩负义。你真的想当上使？别看思善跟上实只差一级，实则天差地别。你才多大年纪，竟想当一宫长侍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殿下，如此奚落嘲笑他人，实非君子所为。我没有嘲笑他人，我嘲笑你而已。那我从来不知道殿下您的心眼儿这么坏呢。我也从来不知道你的心机这么深。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主动跑来我这儿，不就是想让我同情你，主动去替你遮掩？你是盼着我亲自向母亲陈情，你好自由自在。
我现在被人苦苦相逼，都是因为您啊。你利用我一次又一次，从来不带手软，我却对你一次一次的心软，什么都主动帮你扛着，公平吗？那殿下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我是无路可走了？你去吧。是。殿下，走吧。啊，去哪儿？坤宁宫。坤宁宫。殿下，您不都说了吗？这次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他的所有心愿我都想成全，只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他伤心。殿下。